坐标武汉，家住60层摩天大楼的58楼，如今后悔死了。各位网友大家好，在最近几年呢，谈起国内哪些城市摩天大楼最多，尤其是超高层住宅啊，一般人来说呢，大家肯定会想起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然而事实上呢，这些城市并不是摩天大楼最多的，像超高层建筑最多的是长江沿线的2个城市，武汉和重庆。这2个城市呢，这几年修建了非常多的超高层住宅，住宅楼呢动辄就是60多层。那么住在这样的大楼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体验感呢？在昨天呢，我就接到了一位粉丝朋友的私信，说他们家是武汉的，想把他屋里58层的房子给卖掉，以为我是卖房子的。在此先说一下啊，我本人也不卖房，也不找商铺，但是呢，我还是有必要把他的经历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呢不踩坑，避免踩坑。由于呢是第一次买商品房，之前呢没有购买经验，总觉得房子是越高越好，越高选得越大气，站得高望得远嘛。而且呢，武汉是一个江城，站得高呢能看到宽阔的长江，欣赏一览无余的江景，而且呢住得高呢，采光通风都会更加的好。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将来自己孩子也要住到这套房子里面，爸妈呢也要住到这套房子里面。真的入住之后呢，发现有很多的不方便。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等电梯的时间特别长啊，尤其是早上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呢需要等电梯等个20多分钟，这实在是太耽误事了。好几回呢都是算好的时间去上班，结果呢由于等电梯时间太长，到公司竟然迟到了那就得罚款。而且整个坐电梯的过程简直是一种遭罪的体验，整个耳朵嗡嗡的都是耳鸣，真的太难受了。第二点呢，就是住在将近200米的高空，太没有安全感了。他们家这个房子实在是太高了啊，58层，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非常担心孩子。假如说想到窗户边去玩，想到阳台那里去玩，他都会赶紧的制止。虽然说风景非常的好，但是呢没有安全感。到了冬天呀，刮起这个大风，外面呼呼的感觉，整栋楼都在摇晃。而且这位朋友还担心，一旦以后发生火灾怎么办？现代消防云梯最高也就100来米，像他们家住的高度，救援估计都爱莫能助，想想就后怕呀。第3点呢，就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像这种住宅，万一停电了怎么办？万一停电，从50、60层自己爬下来，年轻人都要半条命，年纪大的那还不亏晕在楼道里。像这么高楼层，以后停电叫外卖，估计加个100-200块钱的小费都没有外卖小哥愿意上了。毕竟送这一单就已经累瘫到地上了，再加上房子70年的产权。这位朋友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关于超高层住宅以后维修难度大的问题。假如过了20年左右，或者10年左右，房屋质量出现问题，怎么维修？这么高谁来维修？想想都头疼啊。无奈之下呢，他就决定卖房子，但是房子挂了2个多月还是没有卖掉。大多数人看了一下他这个楼层，都会觉得这个楼层实在是太高了，不适合居住。或者呢，有些看房者干脆让他降价格，降个30-40万，应该会好卖一些。总之呢，买了一套超高层住宅，现如今可以说是肠子都悔青了。第一次买房真的是不懂啊，总以为房子越高越大气越高档。另外呢，还有许多像别的缺点，就比方说小区的住户非常的多，停车非常难。总之呢，你看一下现如今那些高档小区，基本上都是楼层非常低的低密度住宅、洋房、别墅这些，这才是真正的豪宅呀，真正的高档适合我们居住呢。而且呢，第一次买商品房的人，大多数之前住的都是农村的平房，农村的平房呢，最多也就盖个3-4层，不可能盖到50、60层。因此呢，选择合适的楼层真的是太重要了。不知道大家对此是怎么看？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会考虑这种50、60层的超高层住宅吗？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